管理说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一个，你可能每天都会碰到，但很少去想的主题，哦，是什么？就是你车上的那块荧幕。啊，那个战场，没错，现在一辆车好不好用，很大程度是看那块荧幕。对，而且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块荧幕的主导权到底该在你口袋里的手机上，还是该交给汽车公司自己？这背后可不只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而已哦。绝对是，这其实是一场关于控制权、数据，还有未来几十亿美金收入的战争。没错，我们手边的资料也很有意思，有像 Rivian 电动车执行长 RJ Scaringe 的深度访谈，他看法超理想的。然后又有通用汽车跟特斯拉这两个巨头完全不同的策略转变，还有很多科技达人跟车主的真实心声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拆解这场汽车仪表板之战，看看各方的盘算，还有这对身为驾驶的你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现状开始聊起吧。Apple CarPlay 现在几乎是，无所不在了。没错，以前大家是问这台车有没有倒车显影，现在大家买车第一个问的都是这台车有没有 CarPlay。真的，它已经从一个加分项变成必需品了。对，数据也完全支持你这个感觉。有资料说到2025年，全世界大概超过90%的新车都会有 CarPlay 或 Android Auto。哇，90%这几乎是标配了耶。对啊，而且消费者报告去年有个调查，直接问驾驶你喜欢用哪个，结果超过一半，57%的人都说他们宁愿用手机的系统。我觉得这完全不意外，那种对着车子内建导航大吼地址他也听不懂的挫折感，大概每个人都有过。哈哈，最后还是默默拿出手机。对，最后还是用手机导航。CarPlay 就是很单纯的把你好用的东西放到车上而已。这就点出一个根本问题了，就是汽车公司跟软体公司的 DNA 真的完全不一样。怎么说？你想嘛，汽车开发周期是5年、7年，但你的 iPhone 每年都在更新，上面的 App 可能每2个礼拜就更新一次。我懂了。车厂在软体更新的速度上，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点了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看到一些很妙的 YouTube 影片，主题竟然是如何在特斯拉上安装 CarPlay。对，这听起来超矛盾的。是不是特斯拉的软体公认是顶尖的？为什么还有人要这么麻烦去装一个外来的东西呢？我们参考的一个科技创作者 Robert Rosenfeld 就有解释，他说就算特斯拉系统再棒，但人就是想用自己习惯的 App。你可能就是习惯用 Waze 看哪里有警察，或是用 Overcast 听 Podcast， 这些 App 特斯拉系统里面没有，但你的手机里有。没错， CarPlay 的核心魅力就是它在任何车上都提供一致的而且持续更新的体验。它就是把你口袋里那台超强的电脑无缝地延伸到车上而已。好，既然 CarPlay 这么受欢迎，那有趣的地方就来了，偏偏就有人要反其道而行。对，这就是战场的开端。现在出现了一个反叛者联盟。哈哈，反叛者联盟。对，其中最知名的2个，一个是新创电动车厂 Rivian， 另一个就是传统巨头通用汽车 GM。 我们先来聊 Rivian 好了，他们的执行长 RJ Scaringe 的观点，我觉得特别值得玩味。他不是纯粹为了商业利益，他有一套听起来非常有理想的论述。他确实是理想派的代表。他在一个访谈里讲了一句超呛的话。他说CarPlay 只是那些软体做得太烂的汽车的救生筏。哇，这话很重哎。超重。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 Rivian 花了超大力气做出这么棒的原生界面，根本不需要这个救生筏。这听起来有点傲慢哎，等于是直接告诉客户说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但那是因为你以前用的东西太烂了，相信我，我给你的更好。没错，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赌注，不是吗？真的。但如果我们深入去看它的逻辑，会发现这不只是傲慢，而是一种对未来的长远布局。他真正在想的是，当汽车进入 AI 时代之后，会发生什么事。他认为未来的汽车会是一个聪明的 AI 助理。AI 助理。对，而这个助理需要能够深度读取和控制车辆的一切。比如说
电量、续航里程。不止，还要知道你的轮胎压力、车内外温度、悬吊设定，甚至是你的驾驶习惯。它要整合这一切，才能给你真正有用的建议。我好像有点懂了，像是侦测到前方路段下雨，我帮你把驾驶模式切换到雨天模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 CarPlay 在他看来，就像一个站在中间、能力有限的翻译官。翻译官，对，它可以帮你传达简单的指令，像播放音乐，但它没办法理解更深层的车辆资讯。AI 助理如果透过它来沟通，能力就会大打折扣。所以 Rivian Jake Scaringe 认为 CarPlay 这个抽象层会阻碍整合。没错，所以他们要直接跟 Google 的 Gemini AI 合作，打造一个原生的车载助理。他也超坦白，承认这个决定会让一些客户跑掉。然后呢？但他接着说，我们接受这一点，这是一种信念坚定到几乎固执的立场。好，如果说 Rivian 是理想派，那通用汽车的动机就务实多了。哈哈，对，他们的盘算很直接，就是控制权跟钱。完全是这样。通用是商业派代表，他们想把跟顾客之间的数位关系全部抓在自己手里，从软体更新、数据收集，到未来的订阅收入、导航、影音串流，全部都要自己赚，不让苹果或 Google 来分一杯羹。我看到资料里有个超好笑的插曲，哪个？通用汽车的高层竟然把移除 CarPlay 这件事比喻成是贾伯斯当年移除软碟机的贾伯斯时刻。真的假的？我看到这个也觉得太扯了。我看到的时候差点把咖啡喷出来。这个比喻引来超多嘲讽的，因为这两件事根本不一样。对啊，贾伯斯是用一个更好的东西 USB 去取代旧的软碟机。没错，但通用现在做的是用一个没人要求，而且还没经过验证的封闭系统，去取代一个大家已经超习惯而且超爱的功能。对，这不是创新，这是强迫。而且市场的反应也非常真实。他们在2024年的电动车，像 Chevrolet Blazer EV 拿掉 CarPlay 之后，网络论坛上简直是骂翻了。我看到有车主说，这就像是买了一间很棒的房子，但建商规定你只能用他们家的丑家具。啊，这个比喻超贴切，真的有人因此退订诶。对啊，所以这种强烈的反弹也逼得他们做了一些让步。哦，他们最近就宣布，2025年开始的新车会提供长达8年的免费标准串流数据服务。意思就是你可以免费使用他们车机内建的音乐 App， 像新增的原声 Apple Music， 不用再担心网路费，这算是打一剂止痛针啦。所以你看，一边是 Rivian 的理想，一边是通用的算计，都在往封闭的路上走。但最好笑的是，那个把封闭生态系玩得最成功的特斯拉，号称汽车界的苹果，对，现在却传出要掉头了。这绝对是整个故事里最戏剧性的一个转折。根据彭博社还有很多媒体的报道，特斯拉正准备在2026年开始支援 CarPlay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策略转变呢。超级重大，毕竟他们一直把自家的软体当成核心竞争力。所以是压力终于大到他们也撑不住了吗？没有 CarPlay 一直是很多人不买特斯拉的原因之一。这很可能是主要原因。现在电动车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保时捷、现代、福特这些对手都把 CarPlay 当标配。特斯拉如果继续坚持，这个缺点就会被放大。在销量压力下，回应客户需求就变成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选项了。但他们的做法也很有特斯拉的风格，对不对？不是让 CarPlay 完全占据整个萤幕。对，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妥协方案。报道说 CarPlay 会以一个视窗的形式运行在特斯拉的系统里面。哦，所以你可以同时看到特斯拉的地图，然后旁边开一个小视窗用 CarPlay。就是这样，这样一来，特斯拉既满足了用户，又没有放弃对车辆核心界面的主导权。真的是很高明的操作。那对车主来说，多了这个功能具体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其实非常实在。第一，讯息功能会好用非常多，特别是 iMessage 的群组讯息，这一直是特斯拉的痛点。
啊，对。第二，你可以直接用手机的网路，就不用再为了地图路况听音乐，每个月付钱订阅他们的顶级连线服务。这省很多哎。对。第三，因为运算是跑在你的 iPhone 上，所以对一些旧款的特斯拉 CarPlay 的流畅度甚至可能会比原生的 App 还要更好。聊完了现在的混战，我们来看看下一阶段的战场。苹果显然也没闲着，他们推出了进化版的叫 CarPlay Ultra。这听起来就像是苹果对那些反叛者的直接回应。可以这么说， CarPlay Ultra 是苹果的下一个大招，也是它野心的完全展现。他想干嘛？它不再满足于只做中控荧幕上的一个 App， 它的目标是接管你车上所有的荧幕。所有的荧幕，连仪表板都算？对，包括你方向盘后面的数位仪表板。而且它还能让你直接在 CarPlay 的界面里去控制车子的核心功能，像是调空调、开座椅加热，甚至是切换驾驶模式。哇，这就等于是从一个乘客变成了驾驶了，整合深度完全不同。没错。那车厂的反应如何？谁加入了？第一个采用的是超跑品牌 Aston Martin， 听起来很酷。之后保时捷、现代、Kia 这些也都会跟进。但更有趣的其实是谁悄悄退出了。怎么说？当苹果初公布合作伙伴名单时，上面有很多大厂，像是宾士、奥迪、Volvo， 都是大厂。雷诺汽车的高层直接跟苹果说，别想侵入我们自己的系统。哇，这么直接，所以就很清楚了。当苹果只想投射几个 App 时，车厂还能接受。但当苹果说我想连你的仪表板和冷气都一起管的时候，车厂的警报器就立刻响了。没错，这再次证明了这场战争的核心始终是控制权。车厂最怕的就是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硬体制造商，变成汽车界的富士康。对，他们负责生产轮子跟车壳，但最有价值的使用者关系、数据跟软体服务全部都被苹果赚走了。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避免的未来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样一路聊下来，你会发现这场仪表板之战真的远比你喜欢用哪一个地图 App 要复杂得多。没错，它其实是3种不同哲学的碰撞。一方面，你有像 Rivian 和通用汽车这样的围墙花园派，想打造一个封闭的生态系，希望你从头到尾都活在他们的世界里。对。另一边又有越来越多的车厂选择成为务实整合派，他们拥抱 CarPlay， 把它当成一个卖点，专心把车子本身做好。而在这两者之间，还有像特斯拉这样的摇摆妥协派，从极度封闭到现在可能走向半开放，试图在完全控制和用户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这几条路线到底哪一个会成功，现在还很难说。但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资料，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未来，就是汽车正在加速变成一个由 AI 驱动的智慧助理。没错， Rivian 要整合 Gemini， 通用汽车也在做类似的事。所以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思考题，当你的汽车越来越像一个随时待命的 AI 伙伴，或者说 AI 副驾驶时，你更信任谁来扮演这个核心的守门人角色？是打造了你手机生态系的公司，像是苹果或 Google 吗？还是打造了你这台精密机械的汽车公司？今天这场围绕着仪表板的战争，或许真的只是未来 AI 副驾驶主导权之战的序幕而已。这场戏才真要开始。